大人，请。送佛送到西，帮人帮到底。姑娘既然来了，见送高汉文的囚。单以外，最让他关注的便是计算全国的财政收支，以致后世得出一个结论：大明朝的户部尚书，实际上就是嘉靖皇帝本人。28年的好了。29年的好了。
100万匹丝绸折合白银是多少两？各年的市价行情不一样。嘉靖30年以前，海运畅通，每匹丝绸在内地可以卖到10两白银，运往西洋，每匹可以卖到15两。嘉靖30年后，倭寇为患，海运不通，每匹丝绸在内地能卖到6到7两。那就是说，浙江官场这20年贪墨审一时的100万匹丝绸，怎么算也有700、800万两白银。主子圣明，这些白银都跑到哪儿去了？要彻查。怎么查？回主子，胡宗宪已经于今日下省到了。奴婢把他安排在一个地方，让他候旨。眼下在西园进门朝访候见。有人知道他来了吗？胡宗宪是奉密旨赶来的，一路上没有驻驿站，没人知道他来。立刻叫胡宗宪进来，把浙江官场这些烂账全拿给他看。是。大人，胡大人。哦，下官胡宗宪见过吕公公。知道你一路奔波，腹中饥饿，可皇上召见，先觐见吧。是。臣浙支总督胡宗宪叩见圣上。进来吧。臣谨奏圣上。京舍乃圣上先修之地，外臣不敢擅入。皇上万岁爷说了，你是个识大体的。这里平时只有严嵩一个人能进，也是因为严嵩用了你这样的人在撑着大明的江山。他能进，你也能进。是。进来吧。仗打得辛苦。尽忠报国是臣等的本分。听说戚继光几千人打倭寇几万人，已经连赢了4仗，打得不错。上托皇上洪福，下来将士用命，还有浙江的百姓也体恤朝廷，许多义民帮着抗倭。就是官场贪墨，后援不济，是吧？宫中体国，实习用事，这都是你的长处，这就不用说了。太圆滑，不肯得罪人，放任属下跟宫里的人统统贪墨，视若不见又怎么讲？现在打仗没有了军饷，你这个总督怎么当？微臣本不是封疆之才，3月臣必见的时候，就曾经请辞。不要拿请辞当借口。什么水清浊英、水浊浊祖，这一套在我大明朝用不上。朕还不是卓氏昏君。微臣万不敢有这般心思。那是什么心思？
你管的地方已经贪墨成了这个样子，你都不知道吗？官场贪墨已非一日，臣也有所耳闻。为什么不向朕上奏？是怕得罪严世蕃，还是怕得罪严嵩？回话。是，皇上。臣虽为浙之总督，但只有所思，许多事情也不一定全清楚。好，朕现在就让你都看清楚了。吕方，奴婢在。带他去医院前，把他那些烂账都看了。胡大人，怎么了？主子，大暑的天儿，几千里赶来，在朝房又候了这么久，从中午到现在还没进食，他这是累的。吃点东西就好了。扶他坐下，端朕的莲子羹给他喝一碗。是。胡大人，胡大人，你就坐着喝吧。吕公公，我怎么能做御座呀？指挥千军万马的人，站着喝，他撑得住。触目惊心，臣难辞失察之罪。5任巡抚，3任总督，还有布政使、按察使衙门，那么多人，就你一个人没有贪。当然了，最多也就是失察的罪。失察误国，也是重罪。你又不在内阁，更不是首辅，误国还算不到你的头上。一个浙江，盯着一个制造局20年便贪了700、800万两银子，还有两京12个省，还有盐茶、铜铁、瓷器、棉纱，加起来一共贪了多少？严嵩这个首辅真是当得直啊！做人难，做官难，都不难，不做小人，做个好官，这才难。严嵩对你有知遇之恩，你不愿背恩负义，这是不愿意做小人。朕体谅你，可你不要忘了，你做的是大明的官，做的不是严嵩的官。朕再问你一句，今年5月淳安、建德2县发大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前杭州知府马宁远有供词在，臣已呈报朝廷。马宁远的供词不足信。朕再问你，新安江大堤到底怎么决的口子？皇上，臣有肺腑之诚，立血上奏。说，
我大明两晋13省，疆域万里，子民百兆。皇上肩负祖宗社稷，治大国如烹小鲜。今年正月，鞑靼从河西渡冰河犯山西，顺天府100万军民缺粮。2月，山东济南府饥荒；3月，京师有饥荒；4月，山西有饥荒；5月，东川土司内乱；闰5月，江西流民叛乱，攻太和；四川苗民叛乱，犯湖广界。本月，宁夏、陕西、山西闹地震，死伤军民无算。更何况，东南沿海战事又已到了决战时刻。国事艰难如此，如果兴起大狱，千级内阁和6部9司，我大明朝历史就大乱了。皇上现在问及新安江大地决口之事，臣无言以对，也不敢言对。臣恳请在适当的时候再彻查。臣的苦心不仅念及严阁老的知遇之恩。严阁老从政20年，到底是贪了，还是没贪？还是别人打着他的招牌在贪？还是他自己有贪贿行为？皇上比微臣更了解他。李芳，奴婢在。知道什么叫宫中体国了吧？这就叫宫中体国。好啊，就冲着你刚才这一番奏对，朕就不再追问你新安江决堤的事了。说到严嵩，朕也不比你更了解他。你想开脱他，朕也想开脱他，但真正能开脱的只有他自己。你现在就带着这些账，连夜去见严嵩。不要说是朕让你去的，也不要说已经见过朕了。就说是奉朕的密旨，来陈奏东南抗倭的事，顺便把你在浙江查出的这些账送给他看。皇上，君不密，则是臣；臣不密，则是身。微臣宁愿以坦荡面对君父，面对内阁。皇上命臣这么做，为的什么？臣恳请明示。朕让你这样做，就是为了不失臣。叫你这样做，就为了看一看朕还有你，是不是都看错了人？今年3月，臣进京的时候，曾经去拜见过严阁老，便被拒之门外。臣这个时候营夜求见，他也不会见臣。上次他不见你的事，朕知道。那不是他不见你，是严世蕃不让你见他。现在朕已经叫严嵩让严世蕃搬出去了，你这次去，能见到他。胡大人，皇上这一片苦心，你还不明白吗？
臣遵旨。胡大人，公公，我送你一句话：相信皇上，相信阁老，自己不要拿主意。下官谨谢公公教诲。请吧。主子，子时了，该歇着了。胡宗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奴婢只好打个比方，不一定恰当。说，依奴婢看，她就像个媳妇儿。怎么说？上面有公婆要孝顺，中间有丈夫也得顾着，底下还有那么多儿女要操劳。哎，辛苦命，两头不讨好。像啊，东墙修好了，西墙又倒了，现在就是换了严嵩，别人也未必能当好这个家。但愿有些事，严嵩是被人家瞒了。如果连胡宗宪这样的人现在也不愿严嵩倒了，就说明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关口是要弄清楚严世蕃他们到底瞒着严嵩还干了些什么，不查出铁证，还真不好动他们。沈一时的账上记着20年一共给宫里送了210万匹丝绸，这些丝绸用到什么地方去了？真宫局、金茂局上一见的那些奴婢，是不是也有贪墨，也要给侦查？回主子，奴婢已经布置人在查了。主子，都子牌时分了，该歇着了。卯时还要见严嵩呢。要歇你去歇着去，朕就坐在这里等他们来。授业胡宗宪，拜见阁老。入朕吗？回阁老，是弟子。来了好，来了就好啊。吃饭了吗？现在做也来不及了。去，把晚饭剩的热热端上来，快快。是。入朕，你今年也有56了吧？弟子今年岁迟56，头发也白了。是啊，就这几年，白了有70%。白头师弟见一面也难了。恩师，3月进京的时候，弟子曾经来过。不要说了，师范不让你进，我知道了。这个世上啊，有时候弟子比儿子还好。
你这一次是奉密旨进京的吧？是，皇上要过问东南抗倭的战事。东南半壁都在你的肩上呢。听说打得很好，打得也很难吧？这是弟子能干的最后一件大事了。再难，也要把倭寇平定下去。不能这样想。你是我用的人当中最能担当大任的。朝廷用你一天，就要干好一天。有一事，你要如实告诉我。恩师请问。你去应天向赵贞吉借粮食，他是怎么借你的？是你一去了，他愿意借你，还是你动用了军令，他没有办法才借的你？回恩师的话，不管怎么说，赵贞吉还是把南直隶的粮食借给了浙江，个人都管着一个省，他也有难处啊。什么难处？是不是上面给他打招呼，不让他借粮给浙江？恩师，弟子但知实心办事，没有根据的事情，弟子可不敢妄加猜测呀。淑珍，你现在真是会当媳妇两头瞒呐。其实我也只是个媳妇，比你长一辈罢了。很多事情我也想瞒，可是瞒来瞒去，还是把自己给瞒了。媳妇难当啊。只有我们师弟深知其苦，可却有那么些人，他还非要争着当这个媳妇。徐阶，非要争着当我这个媳妇；这个赵贞吉，非要争着当你这个媳妇。让他们争吧，到时候我会让给他们。如真。平定了倭寇，你也让了吧？这箱子是你带来的？是。20年了，如真，我什么时候要过你的东西？每次进京，我都给你打招呼，不要给我带东西。我用你，根本没想这个心思。我是为国用先呐。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啊。他们都说我严嵩就凭着写一首好青词奉迎皇上。真这样，这内阁首辅的位子，我能坐20年？两京13省，战乱灾荒，官场争斗。这哪一件事情是能靠写青词平息下去的？靠的就是有你这样的人在底下撑着呢。如真，
用人各有不同。从一开始，我就是以国事待你，对你我要全始全终。你走的时候，把箱子带出去。这2项东西不是礼物，是什么？是账册。是抄沈一时的账册？是。抄出了多少财产？脂肪25座，可制丝绸10960匹，库存丝绸100匹，现银1万余两。恩师，这也不是意外中事，您不要太着急了。国事不堪问了。东南抗倭，西北遇鞑靼，东北遇土蛮，还有几个省的灾荒，都指望着沈一时的家财。怎么会只有这些？沈一时的钱是被人贪了，要彻查。这2箱是全部的账目。是这2口木箱？是。哎呀，汝镇，你怎么能够把这些账册抬到我这儿来呢？这里面牵扯到制造局，这些账册除了皇上谁也不能看。你好糊涂啊！是。在上面朝里兵部做过尚书，在下面做过巡抚总督，怎么连这个都想不明白？你现在就把账册抬走，在朝房等着，一早就抬到宫里去。恩师，如果这账册里牵扯到小阁老，这个账是替我父亲打的。和朝里其他的人怎么办？那他也是自作孽，不可活。阁老，弟子先走了，将这2箱账册立刻送到宫里去。如真，你今天晚上这件事做得犯了大忌。到了宫里头，不要说来过我这儿。皇上也能瞒？只有瞒。如果皇上知道了，我没有看账册，受不到责怪。关键是你呀，你把这些账册先送给我看，这犯了大忌。淑珍，我81了，死了没多大关系。东南的大局可不能够没有你呀！听我的吧，到了宫里，千万不要说到我这儿来过。京师到处是锦衣卫和东厂的人，弟子来府上，他们可能都知道了。担罪就担罪，绝不能连累恩师。糊涂啊！不管谁说你来我这儿，我不认账就是。有事我担着。我听恩师的。我走了。走吧，从
从后门出去，啊！阁老，您慢点走啊。哎，昨天晚上您没睡好吧？您看您的眼睛都是红的。睡不好了。伺候皇上一天，算一天吧。微臣叩见皇上。不用行礼了。福阁老坐下。是。严阁老，微臣在。这是胡宗宪从浙江带回的2口箱子，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吗？回皇上，不知道。胡宗宪，微臣在。知道牌位上为什么要供着天地军琴师吗？天父制，地在制，君上父母师长，恩人养育教导制。还有一句，那就是呵护制。臣子、儿子、弟子，君上父母师长都是呵护的。老百姓有句俗话叫做护犊子，但不是什么犊子都护。朕其实也是个护犊子的人，但不是什么犊子都护，要护就护像胡宗宪这样的犊子。胡宗宪，告诉你的恩师，这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这箱子里装的是抄没沈一时家财的账册。告诉阁老，这里面写的都是什么？这些账册记的都是从嘉靖21年到嘉靖40年，浙江官场贪用制造局沈一时私筹钱财的数目，折合各年私筹的市价，一共有近800万两白银之巨。严阁老，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办？皇上，凡沈一时账册所牵涉之人，都应立刻拿办。做贪墨之财要严加追究。20年的账了，追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。现在需要立刻拿办的几个人是郑必昌、何茂才，他们可都是严世蕃举荐的人。捉将严世蕃立刻革职，以便拿办郑必昌、何茂才。吕方，奴婢在。这些账册里直接牵涉到严世蕃没有？账册里没有牵涉到严世蕃。那就没有理由革严世蕃的职。叫他退出内阁，工部侍郎还是让他兼？
严世蕃退出内阁，其他的人朕也不护短。高拱、张居正也退出去。内阁的班子要调一调。首辅还是严阁老，实事让徐杰去干。把李春芳跟陈义勤补进来。朕说的话你们都听见了没有？臣听见了。那就立刻拟旨。奴婢这就拟旨。严阁老，微臣在。拟完了旨，你跟吕方先叫上徐杰到内阁去。这个旨意叫徐杰去宣布，记住了。先叫那几个人看看腾露出来的烂账，看完了账再宣布旨意，然后商议一个人选，到浙江去担任巡抚，立即拿办郑必昌、何茂才，追缴沈一时被贪没的财产。臣领旨。胡宗宪，微臣在。东南战事吃紧，再辛苦，你今天也要赶回去。倭寇在今年一定要平喽。需要多少军用，就向朕要。朕就是砸锅卖铁都会给你。浙江的案子你也要过问，哪些该查，哪些不该查，怎么查，你把着点儿。臣这就回浙江，一切遵皇上的圣意办。畜生，贪污误国，这些个畜生，把我们都害了。东老兄，这是内阁会议，注意礼态。事情都闹到这个地步了，礼态还有什么用？那照东楼兄的意思该怎么办呢？追赃拿人，立刻把郑必昌、何茂才他们给抓了。怎么抓？派谁去抓？爹，吕公公，我举荐罗龙文或叶茂卿接任浙江巡抚，去办这个案子。我如果没有记错，郑必昌当初就是罗龙文推荐的，何茂才是叶茂卿推荐的。东老兄，你觉得派这两个人接任浙江巡抚，能查好这个案子吗？徐阁老师明镜，国事被这些人贻误至此，我们今天还要贻误再误吗？我提议让谭纶署理浙江巡抚，查办此案。郑必昌就是郑必昌，何茂才就是何茂才。你要是追究是谁推荐的话，那他们还是皇上下旨任命的官员，难道连皇上你也要追究吗？住嘴！吕公公，请徐阁老宣旨吧。严世蕃、高拱、张居正，跪听旨意。内阁掌国家中枢，上承朕意，下领百官，九州国运，益照民生。其任该何等临渊履薄，方不负社稷之托。乃有阁员严世蕃、高拱、张居正议政处事屡屡浮躁，且互相攻讦，贻误国事。朕听纳严嵩、徐阶谏言。
我将严世蕃、高拱、张居正除去内阁阁员之职，各回本部仍任原职。内阁仍由严嵩掌书，须皆实领其事。你要是还想赖着等着内阁首辅那把椅子，我今天就告诉你，徐阶都还没坐上呢。就算他老徐坐上了这椅子，也不会传给你。他江南还有个学生赵贞吉在等着，你的身边，他也还有个学生张居正在等着。我没有什么当首辅的爹，我也从来没有想当首辅。张神童，你从小就读了很多书，应该知道三国时还有个神童孔北海的典故。小时了了，大未必然。小阁老师想说张某少时能读书，大了未必能成器士吧？聪明。如果只是不成器，倒是孔融的福分，只怕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招来杀身之祸。孔融是被曹操杀的，但不知我大明，谁又是曹操呢？自古来杀那些自作聪明的人，恐怕不只是曹操。太史公有言：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若能为国捐躯，我张某坦然受之。你也敢跟我驰谈为国？国库空虚，我们想方设法弥补亏空，你们却釜底抽薪。你们几时想过国？几时想过我大明朝？我倒要听听，小阁老，你们是如何为我大明朝弥补亏空？我们又怎么釜底抽薪呢？请赐教。户部、兵部、工部，还有宫里，都在等着钱用。年初议事的时候，你也是伸手要钱的一个。我们好不容易跟西洋商人谈成了50万匹丝绸的生意，你们却派了2个不要命的去阻挡。章太岳，你摸着胸口想想，拿人家当枪使，只为了攻倒我们，那些理学心学，你和你的老师都学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小阁老这话说的不在理吧？马宁远被诛，你们举荐高汉文去；常伯熙、张之良被诛，誉王举荐了海瑞和王用吉前去，这都是为了推行国策。要说海瑞、王用吉被我们当枪使，那高汉文可是小阁老你举荐去的，他为什么也反对你那套改道为桑呢？还有胡宗宪，东南一柱，国之干城，是严阁老引以为心腹的人，他一开始就反对你那套方略，难道他们也是我们使出的枪吗？好，我们举荐的人现在被抓了，你们举荐的人却还在那里兴风作浪。今天又弄了个赵贞吉到浙江去，抓了郑必昌、何茂才，无非是想去撤胡宗宪的肘。剿吧，剿吧，你们就剿吧！搅得胡宗宪前方打仗没了军需，吃了败仗，搅得东南大乱，把大明朝亡了。老子无非陪着你们一起玩命就是。就在北京发生了巨大的政局变动之时，东南抗倭的战局处于僵持之中。海瑞将1000多名自愿投军的义民送到了戚继光的军营，赶回了淳安。哟，
唐尊回来了，嘿嘿，小的给唐尊见礼。唐尊您一路辛苦了。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买了点国镜，想孝敬孝敬太夫人。谁想到他老人家他……告诉你2条，记住了，并转告衙门里的工人：第一，以后任何人不许给我家人送东西；第二，哎呀，小的真是混蛋，我没别的心思，我就是想……好了，现在知道就好，好好回去当差吧。是，那小的先告退了。打你！哦，阿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打他！嗯。小小年纪，又是女孩，不要学着大人，啊！阿爹，坐。好。阿南，闻闻香吗？去吧。儿子拜见阿母。回来了。是。陆贤啊，刚才你们衙门来人送什么礼，让我给赶回去了。阿母不要生气，儿子跟他们已经说清楚了，他们不会再来了。累了吧？先吃点东西。孩儿在路上已经吃过了。哦，你媳妇已经给我洗过了，不用了。郎中说过，母亲的脚多洗有好处。还是歇着吧。来吧，阿母坐。哎，你说的那个李太医走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好多患病的灾民啊，吃了他的药之后啊，都好了。还有10几个病人，等他们好了以后，儿子就送他回去。你和你媳妇不请他开个药方了？儿子这几天忙公务。遵阿母的命，儿子今天就带着儿媳去请他诊脉处方。请他到这里来，我想亲眼看看。怎么，有什么事要瞒着我？阿母，儿子有一句话，实在是不好说。说吧。李太医这个人啊，脾气太大，怕他冲撞了母亲。你干脆说我的脾气太大，怕我冲撞了他。儿子可没有这个意思。卖东西的时候，买主最大；看病的时候，郎中最大。这个理，阿母还是懂的。请他来，我不会得罪他。李先生辛苦了啊！这一路上我都听说了，几百病人，好多都能下田做事了。李先生功德无量。刚从军营回来啊？是，见过了家母，这就过来了。前方的战事如何？前方还在等待后援，暂时没有战事。你回来就好了。这10几个病人都无大碍了，给你看看那个病，我也要赶回去了。我的事倒无关紧要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望厉先生见谅。你叫我给太夫人看看病？正是此请。好，那我就在你这里多住2天。走吧。厉先生，有2句话实在是不好启齿。说吧。家母有个习惯，谁进她的屋子都要脱了鞋。还有呢？家母脾性有些刚烈。
还有吗？请先生多多包涵。晚辈李时珍拜见海太傅。快请起，汝贤，汝贤，快请扶起来。李先生，请起。好，这位就是李太医吧？阿木，李先生不喜欢人家叫他太医，那该叫什么？太夫人叫我李时珍就是。是太医就是太医，我还是叫李太医吧。阿木，李先生为了劝谏皇上不要相信方士，得罪了太医院那些人，这才辞去了太医的职位。李先生不喜欢人家称他做太医，辞去了职位，毕竟是当过太医嘛。啊，刚峰兄，算了，旁人不能叫，太夫人要叫。